To the moon。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里刷到了一支主题为香奈儿骑旅的视频，其中的主角是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 Suji Park 以及 Adesua 等在内的一众超模，向月球出发。当大家期待地用望远镜观测目的地时，超模 Jado 发出了一个终极追问 Are they having a party up there? 这浪漫调皮的氛围感不禁在年底勾起了我一颗想要出发的心。今天呢，我就想结合今年在家看的几部以奇幻之旅为题材的电影和纪录片，来探讨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被奇旅类的题材吸引？实际上，当我们每一次出发，最终找回的是什么？一次旅程能帮我们找回那双发现日常之美的眼睛吗？今年我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纪录片，叫《Maiden Trip》。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呢，是一个14岁的荷兰女孩，名叫 Laura Decker。她是一个看着外表腼腆，然而内心极其倔强的女孩。14岁时，你没有听错，14岁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要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独自驾驶帆船环球一周的航海家。We try to stop her trip, but there isn't any law to stop this. That's really weird, yeah. We try to break Laura down, but Laura is actually too strong, so it's not enough. 于是 Laura 四处跟亲人朋友以及媒体诉说她的梦想，从而拉来了足够多的物资赞助。接着她一意孤行地出发了。她花了2年时间独自驾驶帆船环游世界。Laura 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的整个航海过程，还是让所有人都为她捏了一把汗。大海就像一个脾气阴晴不定的少年，和他相处总是让你伤透了脑筋。比如在颠簸的帆船上经历海上大风暴，又或者是在海上漂泊看不到岸时，肚子里那种奇怪的感受。Ik genoot er enorm van het zeilen en van alles omheen, maar aan de andere kant, ik miste mijn vader, ik miste het thuis. En ik voelde me echt heel raar. 在看这部纪录片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 Laura 本来是为了打破世界纪录才出发的，然而这个旅程进行到中间时，她却屡次想修改目的地，放弃打破纪录这件事儿。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外在的困难，而是因为她发现打破世界纪录这个目标好像不像开始时让她那么兴奋了。Ik kan me werkelijk niet voorstellen dat die recordpoging niet een klein beetje, niet een heel klein beetje interesseert. Niet voor anderen, maar het is toch kicken als je dat bereikt. Ja, tuurlijk. Ik zou me niet verbazen als jij over 100 jaar in een geschiedenisboek staat. Nou, het interesseert me. Dat interesseert me dus helemaal niks. Ik heb mezelf gevraagd, kan je dit? En ja. Ik heb geantwoord, ik ga het proberen. Ja. Dus ik ben nieuwsgierig of ik het kan. En als ik het heb gehaald, dan weet ik dat ik het kan. Dan heb ik een grens overschreden. Ja. En je bent ook niet het meisje naar. Dat is mijn enige doel. Ja. 看到这里，我突然非常有共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那些让你踏上旅程的目标，最后好像不一定会成为你的终点。这就像我以前本来是为了和法国文学死磕去的巴黎，结果却意外地中了时尚的毒。我觉得一场旅程之所以奇幻，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收获大多是在意料之外的。在很多类似的电影和纪录片中，主人公好像都有过类似的体验，虽然他们出发的目的各不相同。比如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Eat Pray Love》，记录了作者 Elizabeth 在情感受伤之后踏上全新自我发现之旅的故事。出发前，当同事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时，他说 I used to have this appetite for food, for my life, and it is just gone. 同样是类似题材且主角也是一位女作家的电影《Under the Tuscan Sun》，里面遭遇婚姻失败的 Frances 被朋友安排了一场意大利托斯卡纳之旅，结果机缘巧合找到了一栋房子，并且开始住了下来。面对当地人的不解， Frances 说
同样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Wild》，26岁的 Cheryl Strayed 因为人生跌入谷底，选择在太平洋山脊步道历经3个月徒步2000多英里，重塑自己的精神。他在日记中写下女作家 Emily Dickinson 的一句话 If your nerve deny you, go above your nerve. 他们因为当前现实的困境而寻求改变，对未知敞开心扉，全新的生命体验就像一条闪光的河流一样，不断的奔涌和拓展。他们最终好像都因为在旅程中更活在当下，而找到了一种神奇的感受力，一种在细微的体验中发现美好的感受力。而拥有了这种感受力，无论是天色的变化、太阳升起落下，还是眼前最朴素的食物，又或者是身边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小动物，好像都变得不一样。我觉得一场旅程给我带来的感觉，就好像是你外在走了很远，最终只是为了让内在能回到原点，回到那个能用新鲜的眼睛去发现日常之美的原点。难怪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会说 The only journey is the one within。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旅程是内在之旅。而当我们重新找回那双发现日常之美的眼睛时，也许才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可以是奇观，都值得被珍惜。那我们再来看看开头的香奈儿全新短片。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如此短的一个影片中就囊括了香奈儿珠宝和腕表这么多经典作品。片中的这些香奈儿珠宝和腕表作品现在都已经是最经典和传奇的创作了，但当年可能就是来自于生活中一个闪亮的瞬间。那接下来我们再以拉片的方式来看看这个短片中出现过的经典作品背后都有着怎样的奇观。比如视频中如流星般划过天际的巨大型的 Coco Crush 戒指，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经典的 Matelassé 菱格纹。了解香奈儿历史的同学都知道，菱格纹是香奈儿女士从马术骑师穿的航缝外套中获得的灵感。我觉得其中特别妙的是，同样的图案在坚硬的金属上也能做出和在柔软的皮革上一样的灵动。精细的工艺雕刻让我想到中国书法的线条以及篆刻中的刀法，浑厚圆润但又内含筋骨。作为一款非常适合日常佩戴的珠宝， Coco Crush 系列除了百搭，重要的是能创造出惊喜的组合。影片中几位超模分别演绎了不同材质 K 金、不同宽度、镶钻不镶钻的叠戴和混搭，在指尖幻化出的风格千变万化。如果说每一次出发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刻，那没有什么比一款记录每分每秒的腕表更能庆祝时间的珍贵的。超模 Adesua 手上戴着的这款 J12 腕表，这是2000年问世的第一款 J12 腕表，诞生后经历22年的雕琢和演变，于今年刚刚推出的 J12 腕表33毫米表款，前所未有的搭载了性能卓越的 Caliber 12.2自动上联机械机芯。大家如果想了解有关 J12 的特性，我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香奈儿之前发布过的超级有趣的 J12 系列短片，用香奈儿一贯的诙谐时髦的方式来呈现 J12 的制表工艺和细节。Stop! Wait, use this one. 我觉得 J12 基本是延续了香奈儿一贯在各个领域都采用的方式，颠覆传统，高辨识度 ，be dramatically different。J12 诞生于22年前，香奈儿前艺术总监 Jacques Ellul 想为自己打造一款与众不同的腕表的契机，灵感来自他最钟爱的两个世界——赛车和航海中的流线型线条。我觉得香奈儿制表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它对于时尚的深度理解和对于设计的掌控力。除此之外，因为香奈儿早前持股了瑞士高级制表厂 Kenny C， 显示出了在专业制表领域的投入和决心。如果说 Coco Crush 和 J12 分别体现了马术和帆船运动中的自由精神的话，那超模 Suzy Park 手上戴的另一款腕表 Premier 则是体现了香奈儿 DNA 中的为女性设计的视角。要知道，曾经男性的喜好在腕表设计中是具有权威地位的，而女性腕表只是男版腕表的缩小版。而 Premier 腕表从诞生一开始，腕表的装饰性就和功能性同样重要，它融入了香奈儿经典的皮穿链元素。
它的八角形表盘灵感则是来自于5号香水的瓶盖，而5号香水的瓶盖又正如巴黎方登广场的轮廓。Premier 在法语中的意思是第一个，也有首席的意思。它是香奈儿历史上的第一款腕表作品，而今年香奈儿终于让这款传奇腕表重新登上了舞台。除了这几款经典的香奈儿珠宝和腕表，我自己还非常喜欢 Jadot 身上戴的这个5号高级珠宝系列。这是一个在去年5号香水问世100周年之际推出的，用香奈儿女士的幸运数字5和香水水滴的造型打造的一个高级珠宝系列。我喜欢它拥有珍品珠宝的高贵气质的同时，又有高级珠宝的随性和酷感。我不知道这些经典之作的创造者们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产生的设计灵感，但无论是香奈儿女士从马术运动中发现的菱格纹，还是她看到的方登广场的几何廓形，又或者是 Jacques Ellul 于帆船中发现的 J12线条，都来自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个细节。在艺术家丰富而细微的感受力下，细节变成了灵感，日常发出了光亮，从而诞生了这些在未来的每一刻都能不断绽放的奇观。好啦，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